可以荧光照射发亮的纹身，还有 LED 灯发光的双眼，纹身充能后还有夜光的效果，这简直就是一款梦想实现的产品啊！今天我们就来玩一下 Hero Toys 出品的伊利丹怒风。首先，外盒的一侧印有伊利达雷的徽记图案，而另一侧黑暗之门的背景上有着伊利丹的侧面剪影以及品牌 logo。内盒有一层透明的橱窗，在内部的包装是2层的吸塑封装，这就是套件的所有物件了。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特点赠送的艾辛诺斯之焰，包装袋印有非卖品的字样，说明书只是一张内容省略的小卡片，详细内容需要扫右上方的二维码才能看到完整的电子版说明书。纸质说明书的缺失啊，似乎让很多玩家在操作把玩时发生了失误。首先取出这些主体相关的配件，伊利丹的本体以及一对恶魔的翅膀，背后固定翅膀的孔位是有专用的盖板零件的，盖板零件属于板件的形式，需要我们自行剪切。装上遮羞用的盖板，就得到了没有翅膀造型的伊利丹素体，绷紧的肌肉和漂亮的整体造型，好帅啊！但缺了翅膀还是少了点味道的。所以取下盖板，露出内八角的孔洞。恶魔翅膀的八角形卡榫并不具备旋转功能，相对应的有助于固定角度，所以安装时也需要垂直于孔洞直接插入，千万不可以在里面旋转扭动。把玩上，翅膀关节只有水平旋转的功能，绝对不可以在插入状态下做上下旋转的动作，会导致接合孔变形然后变松。如果需要变动上下角度，需要拔出后调整再插入。安装好的翅膀自带一定范围的展开效果，这样啊，我们就得到了完整的恶魔猎手伊利丹。为了让重心适配站立，巨大的翅膀只能尽量往水平方向摆放。由于脚部是一个特殊的反关节构造，为了自主站立，翅膀的重心摆放就更加局限了。从正上方视角能看得更清晰，翅膀只能完全横向展示。这里会发现脚底是有6角形孔位的，标准的美系人偶的配置啊。我找到了老朋友麦克法兰的毁灭战士，借用一下他的3毫米直径的卡榫底座。是正好可以安装的，手感似乎还挺紧实。这样啊，翅膀根部的关节就可以稍微向后转动2格了。不单是这款麦克法兰的底座可以辅助站立，我也尝试了 NECA 的通用3毫米卡榫底座，但是效果嘛并不理想，轻轻一推就站不住了。看来并不合适，感觉还是得用上老伙计，通用蛇形支架。装上支架以后，很满意。从侧面看不再扁平了，有轻微的角度，能增加视觉的丰富度。重新看回帅气的本体，魔兽世界观下那种卡通杂糅写实的风格表达得很不错，是有那种暴雪特有的风格化的味道。感觉整体造型啊，杂糅了多款作品里的伊利丹形象，综合提炼成为了现在的模样。尺寸上呢，这款伊利丹分量很足的同时啊，又有一丝矫健。Hero Toys 同品牌下的大菠萝就会显得更笨重了。细节造型上，符合身份设定的恶魔羊角，手肘逐渐生长出的尖刺，以及邪恶的羊蹄均有很好的展现。巨大的恶魔肉翅很有张力，凸显了邪恶的气息啊！而且刚开始把玩的时候，手感还很紧实。腿部的材质比较丰富，皮肤纹理旧化装甲、布料裤子3个层次叠加在一起，很丰富。用料方面，头发、恶魔角、翅膀以及全身各处大量用了软胶，能避免磕碰战损啊。但同时呢，受力的关节零件由于结构不够粗壮，材料不够坚固，倒也会逐渐产生虚位和矿量，经不起长期的重量承载。颈部的发光机构提供了2枚纽扣电池，可以塞入脖子里的发光组件。平滑的正极需要朝向有簧片凸起的那一面。带有内置磁铁的古尔丹之炉可以点亮眼部发光了。发光虽然微弱，但肉眼观察还是比较明显的。同时，控制邪能的奥数符文纹身可以荧光照亮，眼部和纹身总算是可以发光了，也是补足了多年前官方雕像出品不能发光的遗憾。并且在极暗的环境下，这个纹身的夜光效果就更棒了。但我的这款伊利丹啊，右肩的夜光漆似乎是有些溢漆的，涂装不太精美，有点遗憾。虽然很帅，但这个发光的玩法倒也只能算是点缀，在正常光照下，整体的发光的强度都是比较弱的。肩部、腰部、手掰动作时啊，都有防穿帮的关节皮肤的额外刻画，很好的利用了雕刻带来的质感。就算是成型色啊，视觉效果也是不错的。被布置裤子挡住的膝盖关节的末端则省略了一定的刻画，合理。
整体来看啊，展翅的姿态非常帅气。近看呢，翅膀整体都有着丰富的雕刻和涂装刻画，细密度可能略低于身体啊。肉膜则有着很轻微的半透效果，增加了一定的可玩性。这样我就来摆一个半跪着拿着古尔丹之炉的动作，很有气势啊。这就是可动人偶的魅力了吧？把玩起来实现一些帅气的动作就很赞。这里可以看到腿部可动并不能支持完美的跪姿啊。这次呢，我也是稍微借助了一点这个道具的高度，但同时呢，我也已经很满意了，至少摆拍起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看完本体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套件里其他的道具。除了本体附带的普通造型手，另外一对抓握造型手是对应古尔丹之炉和邪能火焰这两个道具的。古尔丹之炉完美适配这个抓握的右手，虽然这个头骨并没有刻意的做手型凹槽，但几根手指恰到好处的卡在了头骨上，就让抓握古尔丹之炉的造型啊，动作就更加真实了。而邪能火焰则有完全适配抓握右手的凹槽，拿上以后动作也是非常自然，很适配，手的动作也很有张力。虽然挺帅的，但我并不喜欢这种火焰透明剑，觉得比较掉价。再一对握持手型则是对应同样是一对的艾辛诺斯战刃，武器的造型非常闪亮漂亮啊，偏金属质感的做工。护手上有轻微的旧化字体，细看到末端战刃上还残留着些许恶魔的血液，轮廓设计比较贴近官方 CG 里的造型，也是这种偏写实的处理啊。同时和雕像的造型也是同步的。官方出品的1:1弹刀模型也是沿用了这个表达。玩具呢，确实感觉是更适合写实化的处理的。当然，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是游戏中弹刀的发光剑刃效果。一些怀旧的玩家可能还会想念《魔兽争霸3》里有着熊猫头护手的弹刀。尺寸上，这组艾辛诺斯战刃还挺有分量的。上手把玩没有可动机构，但材质是硬胶，所以尖端就不怕蹭断了，很安全。绿色的分色涂装都有荧光照射的发光效果，但是中间图案是没有夜光发光的。这样终于可以摆出双持弹刀的伊利丹的动作了，实现了梦想中的画面啊！但同时啊，也有小遗憾，武器握持的手型是不能完全卡在武器的这个手柄上的，适配度比较欠佳，但是不影响造型稳定啊。拿上武器的弹总算是完全体了，我很开心，真的好帅啊！看完弹刀，接着就是小道具泰兰德的记忆了，著名的 T6 治疗饰品。套件里倒没有给专用握持的手型啊，就没法抓牢。同时呢，我作为当时版本亲身游玩的玩家，对这款装备反而没什么感情，因为作为一个普通的玩家，面对没有削弱的这些终极副本啊，这款饰品是根本接触不到的。我在08年11月才跟着工会看到了伊利丹，当时啊早已是太阳井的版本，团队才有机会把进度推到削弱过的伊利丹面前。我作为一个新人 ，DKP 也是不可能拿到小黄花的。接着呢，在末日回响的版本中，当时已经是09年的2月了，我跟随着工会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终于击败了基尔加丹，这在当时的服务器里已经算是比较快的进度了。后面就是大家熟知的9成网易代理更迭大事件了。3.0 末日回响和 3.13 奥杜尔的机型版本中呢，削弱过度的 BOSS 装备天赋系统溢出的数值，让每一场 BOSS 战可能阶段里的花式啊都还没演完， BOSS 就被玩家们打死了，这就让回蓝效果，也就是恢复魔法值效果的这个饰品泰兰德的记忆啊，成为了一款并不是强制需要的装备，因为它并不能很好的去刷治疗量啊。虽然有了也算是毕业了，我们这些主要装备拿的比较多的开荒人员呢，一般出了这种类型的非必要的装备，也就让给其他的好朋友了，比如团里的妹子们，所以我对它是没什么感情的。接着是首发特点艾辛诺斯之焰，也是提供了对应的发光组件，纽扣电池的正极也是需要朝向有黄片凸起的那一面，同样也是通过古尔丹之炉进行点亮，但似乎发光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，范围局限在了根部。这个小小的火焰恶魔啊，加装了不少关节啊，能做出一些动作的。我对这种额外的配件其实也没什么感觉，但 T6 年代过来的老哥们应该可能会想要双摆吧，来还原游戏中的 BOSS 战效果。OK， 这一趟总体把玩下来，两只巨翅啊已经逐渐松垮了，上下的角度靠翅根末端的尖角互相支撑着，才能勉强维持这个造型啊。松垮的原因主要在于横向的关节，这个零件啊逐渐开始撑大了，出现越来越大的矿量。就是松了，感觉确实强度不太够用。那就最后总结一下，这款可动、可展翅、可双持艾辛诺斯战刃的伊利丹总体是很优秀的，厂家制作也很有经验和功力，把玩和审美都有做到。除了翅膀关节的稳固度啊是有所欠缺以外呢，整体是瑕不掩瑜的，我很推荐啊，很值得玩一玩。